各位朋友，阿弥陀佛，我是宋医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基督徒》这本书导读第10。今天是8月12号。我们之前花了基督徒》这本书导读1到9，去讨论了保养品的安全性哦。然后主要阐述了说所谓的成分表，从成分表理解保养品这件事情，我们认为成分表是厂商应尽的义务，可是从成分表根本不可能理解保养品哈。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慢慢进入机械毒的一些比较临床的章节哦。首先第一个，您的肌肤问题可能是错误保养造成，这个可能是因为我们当时写的时候是写您的肌肤问题是错误保养造成的，可是因为怕得罪人，所以我们就把它写的可能哦。那第一个，我们先来讲洗面乳吧哈。其实从这几年来，其实最常见的情况，我们最主要针对的是酒糟了哈，脂漏性皮肤炎，大陆叫脂溢性皮炎哈。那酒糟、玫瑰痤疮了哈，然后还有干斑然后黄褐斑，然后黑斑、青春痘、粉刺这些问题。然后久了以后，我们才发现说，很可能，非常可能所谓的青春痘哈。很可能是整个问题的来源哈，就是这是我们在大概2014年提出了一个观察哈，就说健康的皮肤，如果这个人的皮肤是很容易 response， 就是它是出油量比较大的，它是很容易 response， 那这时候它可能你刺激它就很容易 response， 它就出现强烈的痘痘。那如果它是不容易 response， 它就出现粉刺。也就是说，我们以前所谓的比较细致的皮肤，其实它被刺激以后，它出现的是粉刺；然后比较强悍的粗犷皮肤，它被刺激以后产生痘子。然后这个痘子再往上走，你继续压制它，你一定会去压制痘子压制它以后，它的痘子还是在的，压不下来。可是大量的塞进去的东西就变成酒糟了。可是，在同一方面，如果它是一个比较脆弱的皮肤，比较 weak 的皮肤，你去搞它的时候，它会变粉刺，然后你继续往下塞，它会变敏感的哈。就这样子，然后最后这个敏感再压制就变黑斑，所以对我们来说，酒糟、脂漏、青春痘、黑斑跟敏感，好可能是一体两面哦。然后这里头要跟各位讲，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发现的，常常有人问我说，第一颗青春痘怎么来的？我们一开始也不太搞得懂，可是我相信，其实第一颗青春痘很可能是这样来哈，这是我们皮肤的结构图了哈，就是说。当我们大量的洗刷理论上我们皮肤应该会有酸性保护膜，正常皮肤应该有酸性保护膜，对吧？可是当你大量的洗刷以后，它可能酸性保护不见，这时候角质还是上来，它不小心一口气塞住，这时候第一个干燥角质塞住这里，它可能就是第一颗青春痘。然后这时候你就很认真去控油抗痘然后去控油抗痘的结果，你可能就步入了这个循环那接下来的章节我们会慢慢的谈到所谓的控油成分那所谓的青春期的整个逻辑在第50页我们谈的其实就是这个故事然后最后告诉各位说，各位关心的粉刺问题很可能就是敏感酒糟的重大来源那这样子大概差不多4分钟、5分钟到了今天我们先讲到这里。基本上我们要讲就是说，控油成分这件事情，再加上我们讲的前9讲我们可以告诉你们，控油这个名词很可能是有问题的。好，那今天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各位，南无阿弥陀佛。